大家好，我是吴恒。今天我想来分享的是安倍前首相被刺杀的初步分析。今天准备这主题，我其实有不少压力。如果你打开字幕，我会发现我附上了日文字幕。是的，我也打算将这个影片分享给推特上的日本朋友们。我尽可能把这个影片做到没有疏漏，但如果有错，也还不吝指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案发的经过，地点在奈良。案发时，安倍背后遭到一位男性山上彻也使用自制枪械开2枪，击杀，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震惊与哀悼。我看完新闻后，整天的心情也都没了。那凶手供称呢，这个是因为安倍跟某种宗教团体有关因此才选择刺杀。但很多人认为这个理由过于牵强甚至兴起各式各样的阴谋论。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初步分析，并介绍一下可能与此事有关的宗教团体统一教好让大家去过滤掉一些不太可能的发生的阴谋论。首先过滤中国移民说。有人讲说嫌犯是中国裔日本人这是规划入籍的这个绝对是谣言，因为嫌犯山上彻也在2003到2005年时曾经担任过海军自卫队的舰官因此不会是规划的。那日本的规划至少要5年连续工作至少要3年才可能申请入籍，而且还不一定通过。这么年轻就成功规划入籍的几率非常的低。再来是犯人本来就住奈良，且凶器很可能为自行使用3D 列印制造过的手枪或散弹枪，甚至可能子弹也是自己做的。那这次行动比较像是临时起意，就好像习近平来香港，也会有人准备想拿武器刺杀一样。接着有人说是境外势力的意图，但是几率同样也非常低。主要有2个层面。第一件事情是哪个国家敢暗杀安倍？现在的日本领导阶层全部都是安倍的盟友或子弟兵，你策划暗杀，万一被日本人知道，那这会引来日本举国上下的疯狂报复。那显然暗杀日本高层政要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第二件事情是日本国内的英文和外语程度一直都很差，直到现在都没有显著的改变。山上彻也的履历并不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在派遣公司工作，这样的日本人通常而言对外语几乎可说是一窍不通，可能比台湾的情况还更糟糕一点。外国人究竟要怎么跟不会外语的日本人沟通也是个问题，并且很容易就被日本警察给察觉而失败。排除境外势力之后，接着我们来看看日本国内的政治势力。有些人担心这是不是日本军国主义附盟是极右翼势力指使的暗杀我们来看看极右翼的政治人物，比如高市早苗和田村神俊雄，他们不是安倍一手提拔的就是声称跟安倍私底下有交情。那高市早苗甚至被称为安倍的继承人。然后背后极度力挺安倍的2大势力，一个叫做神道政治联盟，一个是日本会议，都是极右翼团体所以说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基本上都是安倍的铁粉，想刺杀他也是不太可能。那日本整体的政坛也都是右派，安倍本人就是右翼的代表。那么左翼呢？其实你仔细去查一些左翼的报道和言论不难发现左派人士超级反对安倍。比如说像2019年刚创立的令和新选组雷瓦新生革命在1个月前的选举活动时就公开指出，如果安倍和他的同僚们飞机失事将会造福日本国民。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精彩片段。麻生大臣と安倍元首相と森喜朗に乗った飛行機が墜落しました。助かったの誰か？日本国民。しびれる！最高！ここで一人大爆笑してたんです。但是这个令和新选组绝对不是什么武力激进政党，他们是强调弱势和残障人士关怀的。那超级左派政党，他们把参选议院的唯一的2席当选名额全部就交给了残障人士担任，以达成他们政党为弱势发声的宗旨。那这样的
人畜无害的政党，很难将他们跟暴力连接在一起。那这也是为何他们敢开这个玩笑。那我们该注意的并不是政党的本身，而是政党支持的那个民众，也就是日本社会底层人民对安倍的不满。我们再来看一次回放。ね、麻生大臣と安倍元首相と森喜朗に乗った飛行機が墜落しました。助かったの誰か？日本国民。しびれる！最高！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讲出飞机失事这段话之后，群众的反应是有一点腼腆的笑声，就是听起来感觉像是我知道这个话感觉不合适，但你讲出我的心声的这种感觉。那为何日本的底层人民会对安倍首相如此的不满？那这又要提到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是什么？其实讲白一点，就是学美国的 QE 政策，无限印钞。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日本在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那出现了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物价一年比一年便宜。那物价一年比一年便宜，人们就容易存钱，然后等着明年再消费。那根据凯因斯理论，就不会有消费刺激经济，景气经济就会低迷。那怎么办呢？那就要解决通货紧缩，印钞增加货币，让日元贬值造成通货膨胀，让物价一年比一年贵。那这样就可以促进消费，但也不能印钞过度，不然就会发生跟辛巴威一样的恶性通膨。一般而言，最好的通胀比例大概是1年2%，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归纳出来的。这也是安倍经济学的核心目标。疯狂印钱直到达成2%的通膨。那当时的日本学者认为这样可以解决日本的经济萧条问题。诚然，论大方向而言，安倍经济学绝对正确毕竟当前的经济学理论主流论文都支持这个说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曼也在《纽约时报》上大力赞扬安倍经济学。但实际上，安倍经济学并没有给日本带来实质上的经济政策，并且在 COVID-19 疫情之下，直接把过去的经济成长全数回吐。为什么？因为安倍印得了钞票，但他改变不了人心。过去的泡沫经济除了重创日本的经济数字之外，也彻底重塑了日本人民心里的金钱蓝图。大前研一的名作《低欲望社会》里描述了这个现象。在泡沫经济后失落的20年里，日本变得不敢投资，疯狂存钱，然后节俭度日。根源并不是通货紧缩，而是源于对泡沫经济的创伤记忆。因此，当安倍开始疯狂印钱之后呢，日本人想到的会是会不会泡沫经济又要再出现了？于是他们变得更加的节俭度日，年轻一代甚至不结婚、不生小孩，以减少支出。而当原物料因为日元的贬值而上涨，日本的小商家们，比如面包店，就开始面临了庞大的人情压力。他们会觉得我涨价，但是我服务没有改善，这件事情是很愧对消费者的行为。因此他们会勒紧裤带，宁愿赔钱也不愿轻易涨价。直到疫情前夕的2019年，日本的通胀率只有1%。对于通胀2%的目标来说，可以说是完全失败，并且产生了副作用。这些中小企业的员工的薪水都被砍光了，低到不能再低。整个生活层面的货币流通量跟10年前没有太大的差异。那么多印的钱到哪里去呢？股市，日本的股市在安倍经济学后疯狂暴涨，从8000点飙涨到2万点，整个股市都赚翻了。但是日本多数的国民都不买股票有买股票的就只有大企业和外资，也就是说，钱被大企业和外资给赚走了，留给日本国民的几乎没有。看在底层人民的眼里，他们觉得安倍经济学只不过是这些政客图利自己的把戏，因此非常不满安倍前首相的政策，也出现了如果安倍飞机失事将会造福日本国民的笑话。接着，因为底层人民对安倍前首相的不满、批评甚至诋毁安倍的报道，那就有很大的市场。因为安倍是右派，批判安倍的报道
以左派为弊为主流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赤旗报》，这是日本共产党发行的报纸，揭露安倍与宗教团体关系的报道就是《赤旗报》揭露的，内容是统一教与安倍的支持。目前官方对于这起案件只说嫌犯供称与什么宗教有关，并说母亲把钱都丢给了这个宗教，因此心生不满。而跟安倍有关的宗教啊，只有2种啊，一个是创价学会，一个是统一教。但是因为创价学会对安倍和自民党并没有这么支持，因此日本的国内啊，大多认为这就是统一教。去年的《赤旗报》揭露安倍和统一教的关系，甚至在7天前，一个日本的左派的 YouTube 频道也播放了安倍和统一教的联系。简单来说，统一教给予了自民党大量的金钱和选票援助，而安倍也给予统一教支持甚至还发影片致敬。那统一教起源于韩国，是韩国规模最大的基督教邪教，创办者是文鲜明。这个邪教强调3位一体，就是上帝、在领主还有在领主的妻子是一体的。意思是文鲜明还有文鲜明的老婆是上帝在人世的化身，所以信徒要服从他们，够邪门了吧？统一教最瞩目的活动啊，就是集体配问。每次集体配问，就有成千上万对新人在文鲜明夫妇面前澄清。那由文鲜明亲自为信众配对，那很多都是互不认识，来自不同的国家。这让他获得了2000年的搞笑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推动集体婚姻行业，提高婚姻效率。这个学教还有一个著名的规定：群居生活，他们必须尽量避免与外人接触，并聚居，然后所有财产，包含车子和房子，还有收入，都要捐给教会。那这符合嫌犯山上彻也的描述，这也是为何信众的家属通常很痛恨统一教的原因。因此，为了这个宗教引起杀意，并在左派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最后动手刺杀安倍前首相，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做个小结论，这场凶杀案是孤狼犯案，与其他政治势力无关，背景是安倍经济学政策底下人民对安倍前首相的不满，导致左派媒体大幅度的刻画安倍前首相的丑闻，并揭露安倍与统一教的关系，而这些又被正受统一教荼毒的信徒家属看到，最后化为对安倍前首相的杀意。这就是这场刺杀案件我的初步分析。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会。